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各位，你们应该都赚到钱了吧？还记得我在昨天节目末尾给大家怎么讲的吗？我当时说了我会买索拉纳啊，我也推荐大家买。同时呢，在我昨天节目播出之前呢，我已经在我的会员公告里面推荐了我的会员都去买索拉纳了啊。然后呢，索拉纳就从$32直接涨到了最高$34.6，可能现在还在涨啊。这已经是接近10%的涨幅了啊！那这种涨幅在目前低迷的情势下，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同时期的以太坊、比特币都是处于微跌的状态，而索拉纳呢却逆势的上涨啊！所以说呢，各位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及时的收看面具人的节目很重要吧？看我的节目是不是能决定你在币圈的胜率呢？觉得是的，请留言打1；觉得不是的，请留言打2。当然了，你们想要更及时的消息的话，就像我的那些会员一样，直接从会员群里面收到买入信息。那你也可以加我的会员啊，我的联系方式在节目末尾给大家公布。好，各位，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啊，活着好不好？我这不都是屁话吗？不过呢，可能人类的生存要受到威胁了。那种电影、游戏里面才会出现的核战争、末日余生的景色，即将成为现实啊！不过呢，面具人我可能是玩游戏玩多了，有点走火入魔了啊！我还挺盼望那种景象的啊！我倒不是反人类啊，我只是说喜欢那种游戏的感觉。不过呢，真的，这世界有可能会走向末日，要打核战争了，打大仗了。那如果世界打仗了，打核战争了，加密货币还可以买不？接下来的市场行情会不会受到俄乌战争这种有可能爆发热战的疑云的影响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事情。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很吓人，也很重要，涉及到了各个大国的博弈，其中也包含了中国啊。各位，你们仔细听好了，来，等一下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啊，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也有可能是我忘了说啊，那就是没有数字。我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比如 Twitter 呀、Facebook 呀、Telegram 呀，并且附上我看面具人节目赚钱了，把这个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首先来说一下俄乌战争啊，这应该现在已经不能算俄乌战争了，真的有可能是世界大战了。因为你们观察一下啊，俄罗斯的北溪1号、2号，甚至2.5号啊，都被炸了。那这个北溪啊，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燃气能源的重要管道，包含1号、2号2条平行管道，从俄罗斯的维堡起步，穿越波罗的海，一直到德国的格莱夫斯瓦尔德，就是格莱夫斯瓦尔德。是德国和俄国牵头搭建的这么一个北溪管道啊，这个管道从立项开始就被美国还有一些东欧国家，比如乌克兰呀、波兰呀等等国家就反对，严厉反对，激烈反对。但是呢，德国、欧盟还是要搞啊，俄罗斯也要搞，为啥？因为利益啊！这种管道型的天然气，相比从美国或者波兰买的低温加压的罐装天然气，有着便宜、产量高、方便快捷的优势，老百姓的能源成本也会因着这种优势而降低。所以呢，当领导人的当然会走这条路了呀，对不对？你如果说硬要买美国或者波兰的罐装天然气的话，那老百姓的经济成本就会增高，那老百姓的经济成本一增高，就不会给你投票了，那你就下台，那你的这个乌纱帽就不保了，对吧？所以说呢，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是必然的选择。但是现在这个玩意儿被炸了啊，北溪管道没有了，
北溪管道被炸了，我相信以咱们这些经常关注时政的人，可能第一反应都会关心这个事儿是谁干的，谁把俄罗斯的管道给炸了。其实呀，判断是谁干的很简单，谁在这个事情上获利最大，谁的动机嫌疑也就越大。首先呢，德国、意大利、法国、欧盟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他们肯定不会做这件事儿的。本来意大利的新女总理还要和俄罗斯重启谈判，要重启天然气的输出呢。而且呢，那个马克龙德国也都有这种倾向，因为迫于国内民生的压力嘛，老百姓的电费要命呢，现在生活成本太高了。英国现在都天天罢工呢，欧洲呀，英国现在的电费真的是要命呢，一度电1欧元多，太贵了啊！显然呢，这一次，把北溪管道炸了以后，那这些欧洲、英国的国家，他们也别走这条路了，还跟俄罗斯谈判谈什么呢？不要谈了，因为就算谈也没有结果。俄罗斯想给你送气也送不了了，管道被炸了，不用谈了，能源没了。然后呢，欧洲的电费还是要涨。然后呢，欧洲呀、德国呀、英国国内的货币还在继续贬值，被美元抽水。你们记住了啊，其实欧洲人啊，他们和美国是很亲近的，而且呢，外国人的这种思想文化啊，跟咱们中国人还不一样，要讲究落叶归根，要讲究认祖归宗，要讲究亲情孝顺啊，一大家子绑一块儿。老外不，老外如果说，觉得这个地方不好了啊，觉得社会经济不行了，他立刻就会走啊，带着自己的钱，甚至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就走了，明白了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说欧洲发生了系统性的经济衰退，那这些欧洲人毋庸置疑的都会把自己的资金转移到美国去，他是不可能去俄国的，也不可能去中国，更不可能去什么墨西哥呀、哥伦比亚呀、伊朗呀、以色列呀，对吧？那这样的话，你们想一下嘛，能把自己的钱移到国外的，能移民的，能跑路的，这些人要么都是有技术，要么就是有钱的人。那美国现在可高兴了啊，人呀、钱呀，全部尽收囊中，对不对？很显然，这对美国非常有利。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是有产燃气的能力的，美国有大量的灌装天然气，同时呢，美国扶持的乌克兰、波兰也在替代俄罗斯建立自己的运气管道。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啊，美国它不但能削弱欧洲、收割欧洲的人力财力，同时呢，还能搭建自己的无论是海运的灌装燃气，或者是管道型的燃气，美国现在都有它的利益渠道，都可以做到。那么各位，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件事上面获益最大的是不是就是美国、乌克兰、波兰？不过呢，这种举动啊，可苦了欧洲民众呀！现在欧洲人啊，真的难过得很，要被活生生的榨干呢。英国现在都开始全民罢工了，全国罢工了。我在英国买的一些东西，人家现在都不发货了，罢工，不卖了，不送了。没办法，生活成本太高了。你就算再怎么努力工作干活，你赚的钱也补不上窟窿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干脆不如躺平了，还不如不干了。实际上呢，这件事儿啊，中国也获利了，把北溪管道炸了。为啥中国能获利呢？你们想一下啊，因为中国是需要长期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现在北溪被炸了，俄罗斯的天然气没有销路了，销路窄了。那一个商品的销路窄了以后，它自然会降价。它现在天然气只能给中国卖了，那就得相对便宜点了。而且呢，欧洲德国呀、法国呀、英国呀，这种在中国人眼里面的什么列强国家呀、八国联军呀，现在集体的被削弱了，那变相的就等于中国被加强了嘛？虽然说中国在这个事件上获利了，不过呢，中国人是不可能去炸北溪的啊，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作风。
中国人做事儿啊，一般来说都是君子能动口就不动手，能动手也不动手，明白了没？啊，他什么事儿他都想给你玩阴的，或者背着来，啊，暗地里搞事情，能不打就不打，就算能打了也是挨打，打碎了牙也要往肚子里面咽，啊，并且呢，中国现在实在没必要去搞什么军事行动啊。因为中国现在就算什么都不做，一直龟缩在家里面搞防疫躺平，就已经赚大发了。欧洲目前经济衰退，它现在啊购买力呀、经济能力呀都在下降。那它的购买力下降了以后，它就更依赖和中国的贸易去买中国的廉价商品了，是不是？尤其是电热毯啊，现在的义乌老板都开心得很，很多人在网上调侃啊，说这个北溪2号是义乌老板众筹去炸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溪被炸了以后，中国人是获利了啊，不是中国人获利了，是中国的权贵捎带了一部分。啊，可能跟欧洲有贸易的这些人获利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啊，那就是网上现在有一群傻逼说的啊，这个北溪管道是俄罗斯人自己炸的。各位，你们想一下，这个逻辑合不合理啊？俄罗斯投资了几百亿，建了一个跨海的天然气管道，然后呢，这个天然气管道是他们国民收入的经济支撑，然后呢，俄罗斯自己把这个给炸了，你觉得可能不？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就是这个玩意儿，政治命脉也是这。俄罗斯只要有这个燃气管道，它就能操控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可以说，北溪管道是关乎于俄罗斯的国家兴衰的。它如果不想卖气，他只需要暂时关闭闸口就行了，不卖了嘛，对不对？等啥时候谈判谈好了，价格谈好了再放开，他没必要炸了，把这个管道彻底毁了，断了自己的命脉，对不对？而且呢，这么一做还成全了美国，让美国可以卖自己的气了，自己的这种联盟国家的什么波兰呀、乌克兰呀也开始建新的管道了。然后呢，俄罗斯自己啥都没有了，气也卖不出去了。啊，对欧洲的控制力也没有了，谈判筹码也没有了。你觉得俄罗斯能做这个事儿吗？所以说呢，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啊，这个事情90%基本上就是美利国干的。啊，中国虽然说也获利了，但是中国能做这个事儿的概率不超过1%啊。有，但是我不敢确定啊，我不敢肯定习近平在20大之前啊敢这么牛逼的就去。搞一个世界性的军事行动啊，这不像习近平的作风。习近平是挺狠的，但是他只敢对中国的底层老百姓，只敢对比他弱得很。那很显然呀，俄罗斯、美国都比他强呀，啊，他肯定不敢动手呀。而且呢，你们想一下嘛，我为啥说是美利国干的啊？因为这也符合了我长期以来一直说的。美利国要削弱其他国家来保证自己的霸主地位的这么一个目的啊，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还是商贸啊，其实美国现在啊，他想要再进一步挺难的，包括他自己国家的内部也有一左一右的这种政治斗争。那现在的总统啊，也面临着国内的内部政治压力。不过这个人显然是没有啥政治能力的，经济能力也不行，啊，有点像习近平了，都快。玩文的玩这不行，玩科技玩不起来，玩经济也玩不起来，那怎么办？那就玩横的，是不是？啊，直接暴力的，我既然我自己牛逼不起来，那我就让你们都变成傻逼，就这么简单啊！你们看嘛，现在全球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啊。都快被这个什么加息呀、战争呀给折腾的快回到解放前了。中国呢，虽然说在这个北溪管道被炸的事情上面有一些获利，但这也只是饮鸩止渴。总体呢，中国也是被现在这种世界局势整得死去活来的，不管是加息还是战争啊，还是疫情，只是中国人善于猥琐和权谋。所以呢，他能在这次全球角力上避其锋芒，隐忍，然后呢猥琐，
两边不得罪，不轻易站队啊，用自己的这个挺美派、公知派，或者是用自己的挺俄派啊、粉红派啊，一左一右，反正是两边都互相吹捧，你也判断不出来到底是中国的大外宣啊挺乌挺美是习近平的意思，还是说挺俄罗斯是习近平的意思，你轻易看不出来他到底站哪一队啊。所以呢，中国才能在这种不轻易选边，然后呢，猥琐观察情况，捡到这种机会啊，就卖点货、带点货、拉点经济利益，玩这种方式啊。但是大国博弈，你没有绝对的实力，你搞这种小边小角的东西是挺聪明，它可以不让你从正面冲撞上受到损失。比如说，中国也没有参加帮乌克兰打俄罗斯，也没有帮俄罗斯打乌克兰。但是你看，参加进来这个事情的国家啊，都受损了，除了美国啊，除了美国在这个事情上获利了。但是欧洲、法国、英国啊，都积极的支持乌克兰，或者是一些支持俄罗斯的白俄罗斯，对吧？都受损了。就中国。哪边都不支持，反而获利了，躺平、躺赢。不过呢，中国获利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依然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国家里面最垫底的啊。习近平、共产党，他只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韭菜田而已，明白了吧？他只是想在这种大国博弈之下，保全自己的政权，让自己能长长久久、稳稳当当的割韭菜。好，这是中国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俄罗斯，这次北溪被炸啊，可以说是断了俄罗斯争霸世界的权利了。现在俄罗斯对欧洲的市场的控制力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从99分直接跌至快归零了。那这样的话，俄罗斯就只剩核武器一条路可走了，否则的话，它就要退出世界争霸的历史舞台了。这世界的大哥是美国，二哥就未必是俄罗斯了。那按照俄罗斯的民族特点来看的话，他直接老子他妈的不玩了，掀桌子把大家一锅端的可能性是不低的。老毛子真的很狠的，你们可以去仔细研究一下俄罗斯这个民族啊，自古以来的这种战争史啊，他真的是敢豁得出去的民族。所以呢，俄罗斯引发战争，或者是美国引发战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都不小啊。那一旦打起来了，那直接就是上狠活，给你整狠的。那么，这就是真正的末日打仗法了。那就要引出来一个问题了：打仗了以后，加密货币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是否该持有加密货币呢？马上打仗了，我们该不该去投资这些东西呢？这个呢，我们还是要结合一下，如果打仗了，或者是不打仗了，两种情况来讲啊。如果不打仗，那我们还得要结合一下 CPI 来讲一讲，毕竟2周之后，可能还不到2周啊，就要公布 CPI 了。不过呢，由于今天的篇幅有限，我把这个重要的内容留着下期再讲。各位可以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及时的关注我下期的节目，或者是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加入我的会员群，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并且呢还能得到最及时的点位和项目信息。祝你好运，再见。